欢迎来到我们的2018年最后一季，孤注一战，势在必行。7场里面的第3场东京站，欢迎你们出席，谢谢大家。那么上2场的这个领袖培训会呢，第1场是应该上个星期在菲律宾马尼拉。那么第2场是在前几天台湾台北，好。那么有时候我在想，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7场的目的到底是什么。好，在马尼拉我们聚到了大概多少人？我们来看一下哈。那一天大概1万人，台湾这一场1万多人，将近2万人。好，那么这是有史以来可以说单独的一个地方的最高人数的一个会议，包括今天在东京，需要给东京的所有的一些朋友一个掌声来出席今天的会议。这7场包括9月份的4场领袖表扬大会，在新加坡、香港、雅加达和高雄，这4个城市，我们主办了4场在室内体育馆的那种表扬大会，人数接近5万多6万人加起来。这些决定呢，都是在去年年尾的时候我们做的一个决定。9月份一定要逼自己本身去达到那个4场室内体育馆的这个人数。11月份的这7场又要逼每一个人都非常忙，逼着自己本身去把这个人数7场的人数呢搞到接近10万人。今天是第3场，到底真正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？不过在还没讲目的之前，我们先来看看9月份的那4场领袖表扬大会的highlight 视频。我们先来看看，请看。成功不是偶然的，成功是要付出很大很大的努力。而各位，今天你们有机会了，请给Riway一个机会，给你健康，给你一个舞台，给你要的荣耀。让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平台，让你变成一个更有价值的人。Kita nak percaya, kita nak lihat company itu sudah kasih berapa leader sukses。仔细的看看这一家公司，仔细的看看这一群伙伴，仔细的看看这间公司的文化。选择Riway，看到你不一样的人生。我也是一个平凡人，今天我已经改变我自己了。如果你愿意跟的话，我相信
你都能够过好日子，同样，你都能够创高峰。以身作则，奉献自己，成就他人，把你每一天的自己都变得比昨天更正确。Tantangan terbesar diri Anda masing-masing. Jika Anda melalui tantangan ini dan melawan tantangan ini, Anda akan jadi pemenang selanjutnya. Reway 其实才刚开始而已，希望大家来到这边，共同努力，创造一个属于自己想要的未来。Reway 这家公司何尝不是一座青山？我很感恩的是，今天在这座山拥有这么好、这么多了不起的领导人，很多人都一直在贡献在这座山里面。Reway 这座山也非常的坚持，一直相信，一直坚持。他想要贡献回组织的那颗心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时机，然后你在这个时候去突破某一些在绑住你的东西，害怕、恐惧感、懒散、懒惰、惰性，可能就是这个时候把它全部破坏掉。只要你这样的念头想要在 Reway 成功的话，只要你开口，甚至整个公司的所有人都想帮你，因为我们都是 Reway 人。真正的 Reway 还没有开始。可能在等你，可能真的是在等你。好，单看到这4场室内体育馆的表扬大会，我就可以很大声的说，在这个地球上没有第2家公司愿意这样做。好。所以我说，还没完 ，Reway 根本都还没有开始，这只不过是一个过程。好，刚才我有说到，这4场，好，包括这7场的目的，其实是为了一场，就是12月29号的那一场，在新加坡国家体育馆。那一场的规模应该是接近7万人，7万人。通常一般上在那种场合，在那种会场，都是国庆日，好，一些运动的那些，比如说奥运会，才会开来用的。那我身为一个新加坡人，从来也没有听过说一家企业有这样的种，有这样的胆量，敢在那边办我们的会议。哦，单单这个胆量值得给 Reway 一个掌声。因为这个目标在去年我们一设下去，才会产生9月份的4场室内体育馆，才会产生。这11月份、10月、11月份的这个领袖培训会的7场，场基本上都在室内体育馆。所以我说目标到底有多重要？因为有这样的目标，我们每一个人，包括 Reway 的所有同仁，包括所有的领导人，都会去 stretch， 去伸展，去
去达到那个目标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每一个人都成长了。所以我时常讲，要是 VBA 没有这样的目标，没有一直越来越大的目标，有可能我们还停留在5年前，可能在马六甲的一个小小的会场里面办表扬大会。所以相同的，各位朋友，一个领导人，在座都是领导人，你的目标会影响你的组织。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你的组织，所以有时候我们在问奇怪，为什么别的组织比我快？为什么别的组织比我大？刚才我所讲的，可能就是其中一个原因和关键。一个7万人的一个场所、一个场合、一个会场，我本身到今天都还没有去过那个地方。我们可以来看看视频。別々の人間が心を一つに合わせて大家族へ。集まった笑顔は感謝の表れだ。そして頂点を極めるとさらに未来が広がる。新しい人生への扉が開かれる。私たちは共に夢を追いかける人を求めているのです。究極の10年、究極の目標。10年前、あなたと出会ってよかった。10年後の今、私たちは新たに歩み始める。2018年12月29日、シンガポール国立競技場。究極のリーダー表彰式が待っている。就是这一场10月29号在新加坡的。现在有 VV 有一个 promotion， 有一个促销，可以让我们免费去新加坡，对不对啊？就算你没达到，你都必须要去。就算没机票，你转机转10次去到新加坡，你都必须要去。为什么要去？因为在这个地球上没有一家公司会这样做。就算能够做到的公司，他都不愿意这样做。那天我就跟我们的其中一位领导人，我们飞马领队3 Mr. Simon， 他就说：哇，那一天他要可能 VV 会有1000辆巴士，1000辆巴士载人去到那边。我说不可能啊。他说为什么不可能？因为不懂新加坡这个国家有没有1000辆巴士啊？就是新加坡这个国家都未必有1000辆巴士。你们可以想象，不要说1000辆巴士，单单200辆巴士就好。新加坡的交通就瘫痪了。1000辆巴士的话，我看新加坡都会沉50cm 下去。所以它是不可能的，不过真的会有，这个就是我们说我们会制造多大的震撼，在于一个国家、一个企业可以造成一个这样的震撼，而且是老实说非常低调的企业，非常低调。我们只不过是在内部比较高调，在外面都非常非常的低调。所以我知道说那一天就会有很多人伸出头来看，到底这家公司是什么公司？为什么我个人非常非常担心你会不去？我为什么会担心？因为你如果没去，你不知道你失去什么东西。在那天台湾那一场，我就有提到，这一场领袖表扬大会，它绝对会炸开你的格局。当你相信说，原来一个直销团队可以做到这么大，一个直销团队原来可以去到这种程度，让你视觉性看到。
通常我们都会听到，在乡下的一些人都会讲说：“哎，我们去大城市去开眼界。”乡下的人都想要去大城市，为什么？因为当他看到高楼大厦，当他看到一些成功人士，当他看到一些比较名牌的车子的时候，这个人就可能不甘平凡了，他的格局可能由此变大了。当然，包括他必须要打开眼睛。如果眼睛闭上，有时候很多人开着眼睛不看不到的，就好像说，相同的一座桥，有的人看到是一座桥，有的人把它当作是人生的目标。相同的一座大厦，有的人看到大厦楼下的那个垃圾桶很肮脏，有的人看到想，为什么有的人可以拥有一座大厦？所以那一天，我邀请大家去到那边，你不但要去到那边，你必须要打开眼睛看，你必须要看得到，那边有现成的。好，所以我邀请大家12月29号去新加坡，可以吗？可以。能够吗？能够。当做旅行可以吗？可以。确定？很好 ，very good。好，所以当然讲到格局的话，我顺便在今天也顺便谈一点点，前面谈一点格局。我们人的格局就像一个锅，这个锅多大，你就能够煎多大的饼。你的锅这么大，你是不可能煎的比锅还大的一个饼。意思也就是说，今天你的格局这样大，你最多达到的目标也在这个格局里面。先不说你要不要去达到，先不说你要不要去做，你最多能够达到的目标，就限制在这个格局里面。所以，我们一个人的格局越大，他成功的机会就越高。先不谈他做不做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寻找每一个能够打开我们格局的机会。就像今天的这样的一场，可能有一个刚刚第一次来的人，还看到哇这么多人，真打开他的格局，他觉得可以了，他也可以，所以你必须要打开眼睛看。所以今天最大的一个收获，有可能你一进门你就得到了，可能还没开始你就已经得到了，而那个最珍贵的就是一个人的格局。个人有个人的格局，组织有组织的格局。在今天我顺便谈一谈组织的格局。给你们一个例子，比如说这个是你的组织格局，它就限制在这个蓝色的这个四方形里面。今天你的组织格局是这样，就是你相信你的组织能够做这么大，这是你的组织格局。那么每一个组织都是由小组织形成的，比如说这个是你组织里面的某一些小组织。好了，所以今天比如说你其中的一个小组织，有一天他们慢慢成长，每天一直成长，那么其中一个小组织呢，他的能力开始越来越强，有一天他的能力超越你了，或者他的聘阶越来越高，他的 position 越来越高，他高过你了，尤其是他的格局越来越大，他的格局大过你了，啊，比如说变成这样的情况。通常在直销界里面，我们在组织里面，我们都会看得非常清楚，就时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当这个组织容纳不下，他的格局容纳不下他自己本身的某一些领导人的时候，组织就会脱离，好，就会自立门户。我们说，好，难听一点叫什么？造反？没有，就是自立门户，啊，这是很正常，时常在组织里面都发生。而当他自立门户的话呢，那么对于现在的这个现成的组织，它相等，它就会变小嘛。就是说，现在这个小组织他要搞的会议，可能他的组织的一些领导人就不想参与了，所以他的会议的规模就开始越来越小了。啊，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发生？主要的还是我刚才所讲的格局。
好，有时候拼接 position 也是一个关键，能力也是一个关键。所以我说，如果我在做直销的时候，这样的情况发生过。当我加入直销的时候，做了第2个月，我的组织就脱离我的上线了，因为我的上线没有办法带我，因为变成我在带他了。2个月的时间，我从他身上学习，我从很多人的身上学习，慢慢在短短的2个月里面，我的组织已经大过他的组织。我的组织占他的组织的95%，占他99%。会议来100人，99人是我的人，他自己一个人坐在里面。就是他已经没有办法站在台上帮我影响我的人。不是我不跟他配合，我跟他关系还是非常好哦。不过呢，慢慢他的组织已经容纳不下我，那么我就会所有的人很自然的就会看我，甚至看他。这个你们明白哈？好了。那么上线超越了过后，在3年里面，我又超越了公司的001主要的组织，整个公司的组织我也超越了。一个表扬大会，我们公司里面办了，表扬大会也是我办，99%都是我的人，只剩下1%非常少数的人是我上线的人，就是我那个时候的上线。所以他坐在这个表扬大会的时候，有10个最高阶级的人，10个都是我的人。当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，所有台上被表扬的人全部感恩我，当他是透明的。而我跟他的关系还是非常好哦，不是这样，我要把我的上线斩掉，不是哦，我还是在推崇我的上线，我还是在保护我的上线。不过很奇怪的，当格局，你的组织人的格局比你大，能力开始超越你，聘阶开始比你高的时候，你会被淘汰。所以我上线终于受不了了，找了一个借口就离开了，然后我也变成公司001了。好，那些散散的组织没人要的，都归纳在我的足下了。好，而当那些散散的组织知道他们的上线变成我的时候，甚至有一些当晚就去庆祝，开香槟庆祝。这是真实例子，真的发生过。那么再多了1、2年，包括公司的格局都容纳不下我了，我的组织的成长的速度，公司都容纳不下。当时的公司，我加入的公司是一个新加坡的本土公司，直销公司。老板比我早大概5、6年加入直销。当时新加坡、马来西亚就是一条桥的差别。好，当我说我们的组织已经开始成型，或者说已经到了一个阶段，必须要出去了。你如果不出去，人就会开始离开和阵亡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这样的市场来容纳下我的组织，因为市场也有市场的格局。比如说，今天新加坡市场可以做一个新加坡市场卖一个产品可以做多少业绩？有没有可能无止境 unlimited？ 有没有可能？不可能，它一定有一个地方它就开始比较成熟了。所以当时我们的那个产品已经在那个市场很成熟了，必须要跨界了。不过今天说过一条桥这么简单，一个公司不是这样简单。当时在马来西亚要申请直销执照，需要马币500万定金，几时可以拿回？你不做的时候就可以拿回，所以基本上拿不回。好，我跟我老板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老板说他不会，也不敢。
不是没钱，也不想拿出来，觉得是一个风险。当然，我那时候是他的第2人，站在他旁边的人，我是100%是要去保护他。那个位置我特别喜欢哦，第2人的位置。不过，在做了一段时间过后，我就发现到我的组织一直开始成长，我的人也开始成长，我的组织领导人也开始成长了。到了我这个阶段了，他们就不像我这样会去保护人了。很多人就会看他自己本身的某一些利益比较重要了，养家糊口比较重要，我的家人比较重要，而不会跟你什么一个外人或者说组织的人有什么关系。通常都是先保护家人，那是正常的，先保护自己，而开始组织就决裂了。要是没有再大，它就决裂了，因为人进人出，人进人出，这个组织格局就是这么大，因为市场就这么大。这也是为什么当时被逼，我们必须要离开公司。所以你看，从这个故事里面，从这个经历里面，我们就可以看得到，或者听得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。组织的格局，你小过你的组织的，你组织的人的格局的话，你组织最多脱离，它还是在一个公司里面，你还是在可以享用它的业绩产生出来的这个奖金。不过，组织是不能够大过公司的格局。如果组织格局大过公司的格局，就会有多一家公司跑出来。所以我说，公司的格局就是组织的格局。好，最多就可以做到公司的格局，再出，那公司就出现问题了。好了。所以今天我们要选择公司的时候，不只是单单看它的产品，不要单单只看它的制度。因为如果你一来这里的目的是要成功，是要干出一番大事业，是要出人头地，你要脱颖而出，你要成为那个冠军的话，你必须要先选择一个足够大格局的公司。基本上，这家公司它必须要愈强越强，它必须要愈强越强。这家公司它必须要一直不断的进步，这家公司它必须不断的突破，必须不断的有目标，而且必须要有这样的胆量。各位，可不可以告诉我，在市场上有哪一家公司是这样的？哪一家公司是这样的？我没有讲哦。哪一家公司是这样的？天啊，我们在 Reway 啊，太好了，真的太幸运了。我们人就在 Reway， 不过的确就是这样。所以我说很感恩，非常感恩，因为我自己本身也在 Reway 里面。Reway 的确就是这样的一家充满战斗力的公司，一直就冲在前面，冲在组织的前面，而且非常非常多的原则，非常非常多。这也就是我今天的主题——原则。所以一句话这样讲：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。今天一个国家有法律，有定律；一个家里有家里的规矩。今天我们如果把原则翻译成英文，英文叫做 principle。principle 再把它翻译成华语的话，再翻译成中文的话，它就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意思了。有原则，有定律，有法则，有规律，都是可以用 principle 来形容。所以中文真的是博大精深，中华文化。所以你看，国家有国家的法律。在还没继续讲国家的法律之前，我们来问一下，我想问一下，日本这个市场对直销是正面还是负面？
正面还是负面？是负面比较多还是正面比较多？确定吗？有没有一些日本人可以跟我讲，是正面还是负面？讲了我也不会听。好了，不是日本这个市场对直销正面还是负面？不是日本这个市场负面而已，是全世界对直销都负面，同意吗？奇怪，为什么这么一个负面的一个行业，我一出去，我跟人家讲我是做直销的，人家看到你就好像看到鬼，同意吗？甚至有一些是非常非常嫌弃的那种眼神，甚至有一些是非常非常抗拒的。10多年的好朋友，你一加入直销，你一看到他，他看到你，他直接不跟你就是断绝朋友关系的都有。好，父子关系都可以断绝。好，我的差一点。好，明知道是这样，难道没有别的行业可以选择吗？为什么我们还是来做直销？就是说，肯定的，我们看到凡事都有两面。为什么它会负面？我们就要分析了。Why？ 直销是这么伟大的一个行业，为什么这么多人这么负面？关键就是人做出来的事情。好，人卖得太厉害，人利用直销这样的这个制度，从中用比较不正确的手段得到自己个人的很大的利益，甚至可以承诺什么都敢承诺。这种东西可能 IV 就会比较清楚。我们的 COO IVC 在做 VV 之前，已经做了很多年的直销，跟过很多非常杰出的老板，非常杰出的，都是可以在1年半里面，砰一下制造很庞大几亿业绩的一些人物，而 IV 是他们最旁边的那个人。几个老板都是这样，所以当我认识他的时候，就是 VV 第1年，VV 第2年的时候，我认识他的时候，我们坐在一个麦当劳聊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我聊什么，他都非常的抗拒的。我讲什么，他都会觉得是谈法，是话术，是讲到做不到的。当时的确是这样。我可以感觉得到，不好意思照讲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听多了，尤其在马来西亚，一个直销王国，什么直销行业都有，什么直销企业都有，甚至有一些把他的公司的名字叫99啊，99，一开始打公司的时候，一开始拼的时候，就承诺那些全部的人跟他的人说，这家我打算做很久，所以叫做什么什么99，前面还有一个字99，华语是99，就是很久的意思。结果一做上来，一点业绩可以马上卖给人。前面跟他的人全部完蛋，一赚到一点钱可以钱放口袋，马上跑人。所以什么话都敢讲，很多人什么话都敢说。就像当时我跟 IV 讲，我的公司叫 Reway 这样，我们是 Right Way 哈，我们想要制造一股清流，哇，多正派，多。越讲这个，他越抗拒。是不是啊？越讲越抗拒。我相信我这样讲，你们都有点抗拒了。的确是这样。那么后来我们就用时间，台上讲的和台下所做的一致，而且要坚持
一段时间，慢慢的故意透露一点给他听，慢慢的再透露一点给他听，慢慢的挖一些陷阱让他掉下去，他就变成我们 V 人了。好，先给 IV 一个掌声哈。不过 V 已经10多年了，那么看起来过去10多年还好，还不错，还做得相当不错。就是说，在直销界头10名应该有了，好，那么也是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做到，那么创造出来的组织，我敢说是世界一流的，第一流，这个后面我也会讲。不过我要讲的就是说，刚才我所讲的东西就是说，为什么这个市场会这么的负面？因为话什么人都敢讲，今天承诺了，明天反悔了，然后让别人损失一些利益，导致人家开始负面，这很正常，每个国家都有，甚至有些国家设它为犯法的，你只要动，甚至你要坐牢。只要你一从事这个行业，甚至要坐牢，所以感恩日本不是这样是吧？先给日本这个国家一个掌声，哇，黑啊，好。不过当然，不管怎么样，一个行业不是一个国家说要砍掉就砍掉的，它牵涉的东西太多，所以慢慢就算砍掉了一个行业，它慢慢也会制造一些法律出来。那么 V 就是会去遵从那些法律。不过这个限制，有时候我们讲说，这些法律上的限制，包括一些国家卫生部的一些限制，使得我们的产品很难发挥，使得我们做直销团队的时候很难发挥。有这么多的限制，而且在很多国家都是这样。不过并不代表说这个行业不能做。我给你一个例子，到目前为止，在世界上，我们讲做的最好的那个，现在做的最好的那个，年营业额是美金86亿，就是要靠近90亿咯。我把它当作是100亿了，我把它当作是100亿。可能这个就是 V 下一个目标了。不过这个只是数字。如果这个100亿让他那个公司来做到，他拨出去的奖金有可能25%，有可能30%。不过要是不小心，3、5年后，或者6、7年后，随便啊，让 V 来做到。如果，那么 V 在这段时间就会制造这样多的奖金。这样多的奖金是什么？这是多少？这70亿美金。好，70亿美金是多少？我们来看，70亿美金是这样多零。这样多零，我砍一下，就是有7000个100万美金，一年，每年。如果我们达到那一天呐，是哪一年哦？过后可能更多，我不知道了。为什么？因为 V 的组织一直在成长啊。一直不断的成长，不成长我们都逼他一直成长。各位你们有问题了，7000个100万一点感觉都没有，你们有问题。难道你们有7万个100万？所以有时候我很担心，
担心什么？思想太过大。今天我们看 Facebook， 今天我们看，我们的 social media， 我们看电视机也好看新闻也好，太多资讯。某某成功的人几亿、几百亿，看多了没感觉了，觉得哎呀，当他听到这种数字的时候，他说：“诶，那个人还做的比你多。”他拿别人来批评这个人，不是他自己哦。他可能叫他拿7000块出来，拿不出。7000块拿不出的一个人，他可以去批评一个有7000个100万的一个数字。他用什么来批评？他用别人的成功来批评这个东西，那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，是不是？那也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啊。好，所以他的意见是不算的，那个只是嘴巴的意见，讲而已。Comments are free， 意见都是免费的，所以不要太在乎别人的想法。不过我们这边的人不能够这样想啊，这边都是市场上接下来将会是一个很大的领导人啊。我们要知道说这个数字到底能够，如果真正的做出来的话，它到底能够造福多少人啊？在一个充满限制这么大的格局，充满限制，国家限制、政府限制、什么限制、人社会的负面的影响的限制，现在都有人可以做到1年接近100亿美金。那个是一个现在目前的格局，对不对啊？那么瑞威是专突破格局的一个公司。我在创办瑞威开始的时候，我们进入马来西亚。当我们进入马来西亚的时候呢，当时直销市场1个月能够做200-300万马币的业绩，哇，人家就觉得说那个公司呢，我们以前用的字是什么？那个公司爆了，或者福建话毙掉，裂，爆，200-300万，就觉得是一个数1数2的公司。当时，现在 VV 是2-3亿啊，1个月，是它的100倍。当时我们讲。它是一个笑话，我说我们是专突破格局的，当时没有做到一个笑话，后来我们做到了。现在我说，现在最高是100亿美金。我说，若干年后我们可以去突破，我们专突破人家的格局的，搞不好我们150亿，搞不好我们200亿。这次你相信吗？相信比不相信好啦，不相信也80亿嘛，是不是啊？因为我们的目标就是这样大，因为我们的格局能够去到这样大，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选择 VV 的最主要原因。所以看到这种数字，我们必须要怎么样？你必须要兴奋，你不要冷冰冰坐在那边这样。我从一开始讲到现在，接近40分钟、50分钟，我感觉没反应，是你们听得懂吗？冷冰冰，千万不要冷冰冰，各位，不要冷冰冰，死气沉沉。你要成功，你必须好像一座火山这样会爆炸，你必须好像一粒炸弹这样会爆炸。你必须要能够兴奋，你必须要很容易的对事情产生兴趣。有没有曾经对事情产生兴趣过？这边看都是成年人。刚开始认识我们的女朋友。刚开始认识我们男朋友，对他产生兴趣吗？产生非常非常浓厚的兴趣。他做什么鬼都是好的。他10天不刷牙，嘴巴都是香的。真的，什么怎样穿漂亮？刚开始就是这样。为什么？因为对他产生浓厚的兴趣。你看，当一个人对某一样事情产生浓厚的兴趣的时候呢，他看到的东西都是完美，都是非常非常好的，同意吗？所以我们必须要对事情产生浓厚的兴趣，那么你才可以看得到那好的那一面，完美的那一面。
不要冷冰冰坐在那边。我记得当我年轻的时候啊，15、16岁的时候，当时我就认识我现在的老婆。我告诉你，在那个年龄15、16岁的时候，她跟我是同班，有追过她，追不到。我追了她8年，追不到。我追我老婆追8年，不是开玩笑。当然中间有很多女朋友，不过，喂，我们追不到不可能单身的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追不到就有别的来，我就，然后分手了又回去追她哈，所以她还是我的唯一的，当时哈。我记得那是15、16岁的时候，她在我心目中是女神，女神，所以我的朋友都知道的，在我面前，哎，你的女神来了，你的女神来了，因为她的确那个时候是我的女神。她在运动场上，她跑步的时候，我在那边看，哇，好漂亮，跑步，然后功课又非常好，她又跳高的，她是玩跳高，就是比较高，就是很好动的一个人。当他跳高的时候，我会哇！每一天放学了过后，我都会骑脚踏车，骑110个脚踏车，骑10多公里，10多公里哦。当时情窦初开嘛，对他产生非常浓厚的兴趣。每天晚上骑脚车，去到他的家楼下，他住3楼，然后我就会在那边看着窗户，看窗口，还真的，窗口一有风吹草动，赶快躲起来。真的，每天晚上在那边看，然后甚至呢，警察来都会抄我的身份证的，被抄了非常多次，甚至说你在看哪一间，我在看那一间，甚至他还要上去跟那一间讲，我说不可以，不可以，我很担心，很怕。所以当时看到他，我是心跳100，小鹿乱撞。这是真的，当时那一种力量，真的是精神可嘉，是不是？精神可嘉，所以这个就是对事情产生浓厚兴趣的一个后果。那种力量不得了。搞不好那一天在窗口风吹草动，那个是口令我都不懂，我都躲起来就对了，我都认为是他的，当时是这样，所以你看，不要冷冰冰，各位 ，come on， 我们要对事情产生浓厚的兴趣，我们必须要很兴奋，因为什么？当你兴奋的时候，你敢去做东西；当你兴奋的时候，你有这样的勇气去做某一些你原本不敢做的东西。当你兴奋的时候，你甚至可以相信自己，去达到某一些你原本以为你达不到的目标。所以我们必须要产生浓厚的兴趣，不要冷冰冰、死气沉沉。